最近有报道说，土耳其航空一位机长在执行航班任务时不幸突发疾病离世。有朋友问，如果是乘客或机主在空中死亡，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？咱们今天简单聊一聊。飞机已经是很普及的交通工具，它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人不可能长生不老，因此飞机上的死亡也无法避免。而且由于飞机常有颠簸，容易诱发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等疾病，所以科学的讲，飞机上的死亡率甚至会比地面还要高一点点。飞机偶尔会遇到急重病人，一般的做法是就近落地送医，乘客不需要承担备降成本，因为航司已经预留了此类成本，因此所有的乘客等于都为此花了钱。多数情况下，落地救人都来得及，毕竟死亡与分娩一样，都需要过程。落地之后究竟救活了没有，那是后续，当前航班还在继续。备降过程中一般都会展开急救，飞机上其实有紧急医疗设备，是一个小箱子，通常在机舱后部的行李架上，其中主要是外科器械和药品，包括绷带、手臂夹板、止血夹、创可贴和烧伤药膏，以及听诊器、止疼药和晕机药品等等。现在据说有的航班已经开始配备 AED， 也就是体外除颤器，用于心脏病人的急救。中国的许多民众认为空姐是端水送饭的，其实空姐更重要的工作是救生员，他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提供指导，同时也兼顾紧急救护的职责。空姐都经历过相关的培训，在乘客疾病时可以履行止血包扎、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等操作，专业程度很高。如果事发当时乘客里面有专业的医生，那会更好。飞机上的空间狭小，有些救护需要病人平躺，客舱里能够平躺展开救护工作的地方基本上只有前后2个舱门附近。大型客机有时候中部厕所附近也可以。当有需要的时候，病人会被带到这些地方，如果患者还能支撑，也会被带到后舱人少的座位上躺卧休息。但是人有旦夕祸福，如果真的撒手人寰了，又该如何处理呢？根据新闻报道，民航在空中处理乘客遗体一般有2个办法，一是就地捆束，也就是在座位上用安全带捆好，或者用毛毯包起来，嘱咐家人或者同事妥当看管，防止滑落。这种时候会征询亲友的意见，如果坚持飞往目的地，那么就不备降，继续向前飞。病人发病时多半在后舱接受救护，飞机后舱一般人少，如果没有配平安全的问题，空乘人员也可能嘱咐亲友在后舱陪同，将遗体捆扎在座位上，随之一同落地。由于紧急疏散时安全撤离的需要，遗体一般不会留在地板上。在全球广泛使用的中型干线客机，例如空客 A320 和波音737上，并没有能够容纳人类遗体的存储空间。如果死亡乘客没有陪同人员，也可能被装进裹尸袋，存放在盥洗室里，待乘客下机完毕后交予机场地面人员。据说裹尸袋机上也都是有的。民航客机在飞行中不会有大量乘客离世的情况，就算是剧烈颠簸导致有乘客死亡，其实也很少很少。有一种极端情况是遇上了劫机犯，枪杀或者捅杀人质等，但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离世。机长是一机之长，这次土耳其航班上如果头等舱有空座，让他在此体面的躺到落地，应该不会有人反对。最后祝愿每个航班大家都能起落安妥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